今天我们来聊聊美国不再暧昧，公开选边站到日本这件轰动国际的事件。近期亚太出现一连串惊人的互动，美国罕见地撕下了模糊面纱，明白告诉北京，要战我们和日本一起上。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瞬间让中南海炸开了锅。为何美国突然不演了？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场引发东亚局势巨变的台前幕后。首先，故事要从日本的新任首相高市早苗的一番话开始说起。就在不久前的东京国会殿堂，高市首相被问及台湾有事时，斩钉截铁地表示，如果台海发生紧急状况，并伴随武力冲突，那么日本极可能启动安全保障法制中的存亡危机事态，行使集体自卫权。简单说，高市早苗公开宣示，一旦台湾有事，日本可能会和盟友一起动用军事力量援助，绝不坐视不管。要知道，这可是数十年来日本在任领导人首次明确将台海危机与日本武力介入相联系。他的发言一出，国际社会为之一振，北京方面的反应几乎是立刻且激烈的。中国政府对高市早苗这番越线言论极度不满，从官方到民间迅速展开多层次的反制。中国外交部深夜召见日本大使抗议，措辞严厉地要求日方收回涉台言论。接着，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健更在社群平台 X 就称推特上发出近乎恐吓的言辞，暗示对高市进行斩首。一个外交官公开扬言暗示暴力，这种场景闻所未闻，立刻引爆外交风波。日本政府大为震怒，外务省次官紧急召见中国驻日大使严正抗议，痛斥这种威胁言论不可接受，要求中方立刻自我克制。然而，北京非但没有收敛，反而进一步升高动作。短短几天内，中南海祭出了一套组合拳式的报复措施。中国文化旅游部发布通知，呼吁中国公民暂勿前往日本旅游，仿佛要重演先前对韩国萨德事件时的观光制裁。同时，中国海关突然宣布全面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理由是安全考量，但明眼人都看出这是对高市发言的经济惩罚。这还没完，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主管部门还紧急叫停了数部原定近期在中国上映的日本电影，并冻结新片审批，甚至连象征友好的大熊猫交流都受到波及。中方以各种借口推迟熊猫续租，让日本舆论哗然。一时间，中日关系急速降温，从外交到经贸全面紧张起来。北京显然打算给东京一点颜色瞧瞧，不但要日本在经济上痛一下，还要在政治上逼高市早苗低头。中国官媒和战狼评论员们也齐上阵，大肆挞伐高市。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就连发多篇长文，怒斥高市是恶毒的巫婆，声称他点燃了中日仇恨。胡锡进叫嚣中国这一连串反制已经压住高市的嚣张气焰，扬言日本国力不支，内部分歧严重，高市最终注定会软下来，认错道歉。中国舆论甚至炒作一份日本国内民调，指出有近半数日本民众不支持高市的涉台强硬表态，仿佛笃定日本顶不住压力。然而，北京万万没想到的是，日本非但没有退让，反而迎来了盟友美国前所未有的高调支援。就在中国方面连番出拳施压之际，远在华盛顿的美国政府也开始行动了。而且这次美国不再只是模糊的呼吁克制，而是明确地站在了日本一边。美国先是透过外交管道向日方表示支持，接着美国国务院破天荒地主动对外发声挺日本。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汤米·皮戈特在社群平台 X 上公开表示，美国对美日同盟和对日本防卫的承诺坚定不移。这承诺当然涵盖尖阁诸岛，也就是钓鱼台列屿。他强调，美日同盟依然是自由开放印太地区和平安全的基石。更重要的是，皮戈特明确宣示，无论在台湾海峡、东海还是南海，美国都坚决反对任何一方试图以武力或胁迫手段片面改变现状。这段话几乎等于警告北京，无论你想在台海对付台湾，还是在东海碰撞日本，又或在南海欺压其他邻国，我们美国都不会坐视。一旦你逾越红线，我们将全力阻止。要知道，
美国政府发言人主动为日本挺身而出，措辞如此强硬，这在过去是很少见的。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国务院这番声明是在未有记者提问的情况下主动发布，显示华府这次是经过内部盘算，决定不再低调。同一时间，美国驻日大使馆那边也没闲着，美国驻日本大使葛拉斯在东京频频发声，几乎每天都要对中日争端表态，成为推特上引人注目的角色。这种华盛顿与驻外使节罕见同步发力的状况，清楚释放出一个信号，美国这回不演了，彻底站到日本身旁。我们就先来看看美国驻日大使这几天都说了些什么。葛拉斯大使原本就以敢言著称，但这次他更是火力全开。当中国宣布新的海产禁令后，葛拉斯立刻在 X 平台转发了相关新闻报道，并尖锐评论道，对北京来说，威胁恫吓仿佛成了一种戒不掉的坏习惯。他不点名地讥讽中国政府总爱用经济手段施压别国，然后话锋一转，直接表态。上一次中国毫无正当理由禁止日本水产品时，美国曾毅然挺身支持日本，这一次也一样，我们会再次站出来支援我们的盟友日本。简单几句话，意味深长，美国明白告诉全世界，面对中国的经济胁迫，日本不是孤军奋战，美国与之同在。不仅如此，葛拉斯大使稍早几天还针对中国2位外交官的大放厥词，发布了一张别出心裁的耶诞卡图片，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图片上，他用中英日3种语言写着仅向驻日中国大使吴江浩、驻大阪总领事薛健致以诚挚感谢，感谢2位为进一步加深坚不可摧的日美同盟所付出的努力，辛苦了。这封带着圣诞气息的感谢信其实充满讽刺，美国大使假装感谢中国外交官，实际上是在嘲讽他们的强硬言行，反而促使日美同盟更加团结坚定。如此戏谑的公开发文，让中国那2位被点名的外交官颜面无光，也让网友拍手叫绝，直说葛拉斯语言艺术满分。更重要的是，葛拉斯还郑重强调了维护台海和平的决心。就在中日紧张升级的同时，他特地以中英文双语发文重申，美日同盟坚定不移的决心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绝不允许任何一方以武力改变现状。他的话几乎直接呼应了高市早苗的立场，也等于是美国官方对台湾有事的一种侧面回应。过去，美国对于是否在台海冲突中与日本协同行动态度暧昧，但如今大使公开表态，等同默认了美日将协力下阻中国武力犯台的可能。这一点对北京的冲击尤其之大，因为它意味着一旦中共对台动武，将同时面对不止美国，还有日本，甚至可能更广泛的同盟力量。随后发生的一幕更让人看到美日同盟的同心协力。就在葛拉斯多次发文的同时，美国国务院也在背后运筹。据媒体报道，葛拉斯大使近日还专程前往日本外务省，会晤了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会后，他更进一步表态说，这就是中国典型的经济胁迫。我在此仅代表总统，代表我本人以及美国大使馆，明确告诉高市首相，我们支持他。大家注意，葛拉斯特别提及代表总统这个字眼，而现任美国总统正是唐纳川普。这说明，不管美国政坛怎么轮替，在对华问题上，如今已经形成跨党派共识，挺日抗中，寸步不让。是的，你没有看错，在这个巨变的2025年，唐纳川普重新入主白宫，而日本首相则换成了强硬派的高市早苗。这2位人物的组合让北京如坐针毡。回想几年前，或许北京还期待过川普上台会不会让美国内乱，削弱同盟，但现在的情势和想象截然相反。川普政府不仅延续了对抗中共的强硬路线，甚至更大胆地强化与盟友的军事结盟。就在上个月，高市首相还在横须贺海军基地与川普总统一同登上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检阅部队。美国总统与日本首相双双站在航母甲板上的照片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事项。曾几何时，美日2国领导人能如此大方的联袂展示军事力量，这种高调的同盟秀在以往简直难以想象，却真真切切发生了。它向全世界传递一个清晰讯号，美日已经肩并肩，做好应对区域冲突最坏情况的一切准备。
面对美日同盟如此罕见的强硬同调，北京当局一时间惊愕万分。毕竟长期以来，中共习惯于游走在美日之间，试图利用双方的顾忌和差异谋取利益。在过去，美国虽然与日本同盟，但有时在敏感议题上保持战略模糊。例如，美国历届政府虽反对台海动武，却从未明说会直接军事介入。又比如钓鱼台主权问题，美方口头上不选边，仅表示岛屿在日本管辖下适用安保条约，语气总留有回旋。然而如今，美国明白告诉中国，不管是台湾也好，尖阁诸岛也好，只要你动手，我就会出手。这等于把过去的模糊空间一笔抹煞。这种不演了式的公开选边站，是中共外交几十年来最不愿见到的局面。有人或许会问，为什么美国会在此刻毅然决然地挑明立场，站到日本一边？其实，这并非一夕之间的突发冲动，而是多重因素累积的结果。回顾过去10多年的变局，我们会发现，美中日三方关系早已发生质变，一步步走到今天。让我们把时间轴拉回2010年，那年9月，发生了震惊中日两国的钓鱼台撞船事件。一艘中国渔船在尖阁诸岛钓鱼台海域与日本巡逻艇相撞，日方逮捕了中国船长。此事引发北京强烈抗议，并疑似对日本施加了稀土出口禁令做报复。美国当时处境微妙，但最后时刻站出来表示，尖阁诸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以及如果日本遭攻击，美国有义务防卫。这算是美国第一次明确在中日领土纷争上偏向日本。北京虽然不满，但彼时美中关系尚有合作空间，美国的表态还算相对克制。接下来的数年，中日矛盾持续升温。2012年，日本将钓鱼台收归国有，引爆中方抗议，国内出现大规模反日示威。同年起，中国海警船开始常态性进入钓鱼台周边海域巡航，挑战日本管辖权。2013年，中国更单方面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将尖阁诸岛划入其中，要求飞越该区域的飞机向中方通报。此举激怒美日，美国直接派出 B-52 轰炸机不打招呼飞越该区，以行动表明不承认。可以说，早在10多年前，东海就已成为美日联手抗中的前线。但真正让日本感到切身威胁的是台海局势和西太平洋格局的急剧转变。2010年代中期之前，日本政府对介入台海问题还相当低调，官方多以含糊语言表示期待台海和平解决。然而，中共军力逐年提升，对台动武的叫嚣愈发频繁。2016年，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后，北京加大对台压力，军机军舰绕台变成常态，日本作为邻国，越来越难对此视若无睹。2017年后，美中战略竞争浮上台面，川普政府开始对中强硬。虽然在贸易上与盟国有摩擦，但在安全上，美日合作其实更加深入。2015年，安倍政府通过新安保法，已经为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松绑。美日从那时起就着手更新防卫合作指针，为未来联合作战预做准备。2020年，新冠疫情与地缘风暴交织，让美日对中共的认识更加清醒。中共在疫情初期隐瞒真相，引发国际谴责。随后，中方却战狼外交更甚，对多国横加指责，甚至实施经济惩罚。其中，澳大利亚因呼吁调查疫情来源而遭中国大规模贸易制裁。这一事件在东京和华盛顿都引起强烈警觉。原来任何国家触怒北京，都可能被当作样板杀鸡儆猴。北京对坚守民主价值国家的打压，逼得这些国家不得不抱团取暖。也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美日更加紧密协调彼此立场。2021年4月，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访美，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双方联合声明首次明确提及维护台海和平的重要性。这是1960年代以来，美日领袖首度在联合文件中直接谈到台湾，轰动一时。当时外界就解读为，日本对台湾安全的关切正逐渐公开化，而美国也乐见日本在这问题上发声。接下来，2022年发生了一件使日本民心俱震的事件。为抗议美国国会议长裴洛西访台，中共在台海周边发起大规模军演，多枚导弹直接越过台湾上空，
并落入日本附近海域，其中有5枚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这件事犹如当头棒喝，日本舆论第一次真切体会到台海战事可能瞬间波及日本本土的现实威胁。一位日本退役将领忧心地说，这些导弹就像是飞向我们的预告片。从那一刻起，日本朝野加速了防卫战略转向，必须强化自身军力，并与美国协同，因应最坏情况。事实上，早在高市之前，安倍晋三就曾在卸任后公开讲过，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是日美同盟有事。当时北京还试图斥责安倍是政客妄言，如今高市只是把安倍生前的判断化为现任政府的官方态度。于是2022年底，日本政府在岸田文雄首相领导下通过了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宣示将在5年内把防卫预算增加到相当于 GDP 的 2%， 实现前所未有的军力跃升。日本不但要增购包括美制战斧巡弋导弹在内的大批远程武器，还将研制自己的长程导弹，强化离岛防卫。这份文件更首度明指中国构成前所未有的重大威胁。日本的觉醒与军备提升，为美日联合作战铺平了道路。2023年之后，美日更是动作频频，演练沙盘，推演假想中的冲突场景。美日两国陆上自卫队和美军陆战队在日本西南离岛地区举行决心之龙联合军演，模拟在偏远岛屿遭遇敌方袭击时，双方如何快速部署兵力反击中国威胁。演习科目中甚至包含从美军运输机上空投武器到离岛，协同夺回备战岛屿等。可以说，台海有事这一假想已在美日军演剧本中若隐若现。此外，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美日两国早在前几年就开始秘密磋商联合作战计划，他们针对台湾紧急事态制定行动分工。例如，一旦台海开战，美军将利用日本九州的据点支援，而日本自卫队则协防仙岛诸岛、韩与那国岛等距台湾很近的岛屿，甚至美军可能在冲绳与菲律宾部署飞弹部队，以切断中共军队的行动路线。这将是美日首份专门应对台海冲突的军事计划，意味着双方军队指挥链条进一步紧密衔接。所有这些布局，到了2025年这场北京与东京的对决时，开始发挥作用了。高市早苗如此直接地抛出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的论述，固然与他个人理念有关，他是前首相安倍晋三一路提携的保守派代表，对中共强硬是他的标志，但也反映了日本国家战略思维的蜕变。多年的风险累积，日本已无法对台海问题保持距离，因为他们明白，保卫台湾就是保卫日本自身的安全。事实上，早在高市之前，安倍晋三就曾在卸任后公开讲过，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是日美同盟有事。当时北京还试图斥责安倍是政客妄言，如今高市只是把安倍生前的判断化为现任政府的官方态度。而美国方面，无论是拜登政府后期还是川普政府上任后，都延续并强化了联盟下组的政策。拜登任内，美国致力于筹组印太版小北约，深化四方安全对话，美日印澳 Quad， 促成英美为澳洲提供核潜艇技术 AUKUS， 并协调日韩消除嫌隙，加强美日韩三方军事合作。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更让美日等民主国家看到容忍侵略的后果有多么严重。俄乌战争的阴箭进一步促使美日下定决心，绝不能在远东重演惨剧。日本更借此说服国内民众扩军备武的必要性，因为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的论调令很多日本人产生共鸣。可以说，值此21世纪中叶，新的冷战阵营已然形成，美日等海洋民主国家联合对抗中俄等威权国家。讲回当下这场风波，北京对美日如此紧密的共同战线感到震惊和恼火。中共高层一方面加紧在官方媒体放话，强调中国绝不怕事，不要低估我们的决心之类，但另一方面内心深处难免焦躁不安，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多年的对美对日策略似乎出了纰漏。中共原本希望通过经济利诱和威吓让美日之间产生裂痕，例如北京一度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经济上唇齿相依，理想情况下能让东京在安全上投鼠忌器，对美国则利用庞大市场与利益诱惑，
试图削弱华府干预亚太的意愿。然而，随着中共自身外交路线日益强硬乃至咄咄逼人，反而把美日推得更近。北京发现，他正一步步逼成了自己最不想见到的局面。昔日的对手和仇敌携手站在了一起，共同与他对峙。我们不妨细想其中的讽刺。美日同盟原本是上世纪为对付苏联而生，冷战结束后曾一度失去明确目标。21世纪初，美国还热衷于与崛起的中国发展合作关系，视之为潜在的责任利害关系人。那时候中共领导人还在国际场合扮演谦逊的形象，美日在一些问题上对中国多有礼让，双边贸易投资蒸蒸日上。然而，历史的机遇被中共自己挥霍殆尽。随着习近平上台后，对内集权倒退，对外强势扩张，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幻想逐渐破灭。尤其2020年代初这几年，北京接连误判，高估了自身经济实力的筹码，低估了民主国家捍卫价值与盟友的决心。当他对澳洲下重手，对立陶宛这样的小国也穷追猛打时，国际间开始出现声援受压国家的趋势。战狼外交这个词成为负面典故，让中国的国际形象大伤。也因此，如今当北京想如法炮制，用老招数打击日本时，情势已不可同日而语。美国直接介入撑腰，让中国的胁迫难以得逞。就拿禁止日本海鲜进口来说，中国原本企图再次给日本经济难堪，却发现日本早有预案。东京当局立即拨款补贴渔业损失，并开拓其他出口市场。同时，台湾等地友邦也呼吁买爆日本农渔产品，以示支持。美国这边更是表态，如果日方需要，美国市场可以进一步敞开大门，吸纳日本水产。换句话说，北京试图用经济利器孤立日本，却激发出盟友们经济上团结自救的本能。甚至有美国智库专家建议建立一种经济版第5条款机制，未来只要中国对某一盟国搞经济胁迫，其他国家就协同反制，仿佛北约集体防卫那样。这想法在华府国会也开始有人响应，毕竟谁都有可能成为中共施压的下一个目标。如果真有一天形成经济领域的集体反击，那对以往惯用各个击破手段的北京来说，将是个可怕的梦魇。对中国而言，更可怕的梦魇还不止于经济上吃瘪，而是军事上的战略劣势。长期以来，中共军方制定台海作战计划，都假设尽量将美日盟军阻隔在外。例如，透过导弹威慑和前舰游弋，使美国航母不敢轻易靠近台湾，或以外交震慑迫使日本自卫队留在后方。然而现在美日摆明串联一气，第一岛链上几乎没有缺口。日本西南诸岛早已在强化军备，部署反舰飞弹与防空系统，美军更在冲绳把海军陆战队改编成沿岸团，专门为岛屿作战设计，配备高机动火力可猎杀舰艇。一旦开战，美日可在第一时间联手封锁巴士海峡、宫古海峡这些中共海军进出太平洋的要道。中国海军再庞大，也很难同时对抗美日两支世界顶尖的海空力量。不仅如此，美日还积极拉拢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强化围堵网络。澳大利亚与日本签署防务协定，双方部队可以互访驻扎。英国、加拿大等国也时常派舰队来亚洲与美日一起军演，秀出存在。菲律宾在新任总统小马可仕的带领下，重新倒向美国，开放多处基地供美军使用。这其中几个基地就在台湾北方的吕宋岛，位置关键。如果将来事态紧急，连菲律宾都有可能加入提供支援。在韩国方面，虽然历史问题令日韩互信不足，但今年美日韩在戴维营实现领袖峰会，建立起安全对话新机制，三国反导预警系统开始互通。万一区域爆发战事，驻韩美军同样可以策应。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台湾自己。近年来，台湾不断加强后备军演练，并积极与美日私下交流战术。如果冲突起，台湾的坚守也将争取时间等待美日增援。所有这些都在缩小中共闪电得手的几率。北京越发现，他所面对的将是一个环环相扣、同进退共荣辱的同盟体系。中共当局自然不甘示弱，他们近来也动作频频，一方面继续对内鼓吹民族主义，称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甘当美国马前卒之类，试图激起国人支持强硬对抗。另一方面，中国加强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在日本海、东海附近不时举行中俄海上联合巡航，用双边同盟对抗多边同盟。但俄罗斯如今泥足深陷乌克兰战事，自顾不暇，其海空实力对西太平洋的影响非常有限。中俄虽高调宣称无上限友谊，实则难以形成真正协同。北韩倒是可能配合中国行动，在区域紧张时试射飞弹制造压力，但这更只会促使美日韩团结防备，可谓祭出多门却处处碰壁。北京在东亚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困境，伙伴少而弱，对手多且强。或许正因如此，我们看到中国国内最近流露出一丝焦躁和迷惘的气氛。上层会议中，有人反思是否外交战线过刚，导致四面树敌，也有人主张继续强硬，不能示弱于美日反华势力。习近平本人据传对日本态度特别恼火，认为日本背弃了过去中日间相互尊重的默契，竟甘心被美国拉进对华围堵。他在内部谈话中放话，绝不能让带路党牵着中国的牛鼻子走，暗批日本成了美国战略打手。于是乎，北京可能酝酿更长期的对日斗争方案，包括加速发展军力以震慑，或拉拢其他亚洲国家组成平衡力量。然而，中共面临一个悖论，他越强调对抗，越会刺激对方更紧密联合。若采取怀柔，又担心被视为软弱，令民族主义者不满。在内外交困下，北京未来的路只怕更加崎岖难行。现在回到我们开头提出的问题，美国为什么不演了，直接公开选边日本？经过上述分析，答案已经浮现。因为局势发展到如今，再演下去已经没有意义，摊牌时刻终于到来。美国意识到中国的崛起模式和对外野心已对整个印太的秩序构成挑战，再不明确表态只会令战争风险更高。与其寄望不切实际的战略模糊来安抚中共，不如以强有力的战略清晰来吓阻中共冒险。当日本这个亚太关键盟友挺身而出，准备与美国共同承担风险时，美国没有理由缩回去。相反，他要做的就是紧紧站在盟友身旁，一起向北京亮出拳头。要打架吗？奉陪到底。这种公开选边站队，无疑让中南海权力核心炸成一片。我们可以想象，在北京高墙内的会议室里，此刻正上演着激烈的争论和不安的思索。或许有人拍着桌子大喊，绝不允许美日牵着鼻子走，也有人低声提醒，慎重行事，别重蹈苏联覆辙。毕竟历史上苏联就是因为陷入军备对抗和多线围堵而国力不支。如今中国虽经济体量巨大，但内有债务与失业问题，外有技术封锁与资本外流，一旦陷入军事对峙的持久消耗，胜负难料。北京既要顾及内部民意汹涌，又得评估对外冲突成本，这滋味确实不好受。最后，我们不妨平心而论，美日公开绑定在一起，是福是祸？对亚洲和平来说，短期内可能反而增添火药味，中美日三方关系进入高度紧张的新常态。然而，从长远看，这种清晰的态势也许有助于避免误判。过去中共对美日同盟心存侥幸，认为只要自身军力够强，美日国内够分化，就能在关键时刻瓦解他们的干预意志。但现在美日用行动告诉中共，别做梦了，我们同进退。这种明牌式的下阻，也许正是要让北京冷静认识到，武力冒险几乎没有胜算，相反，寻求外交途径和谈判妥协才是更理性的出路。然而，未来走向如何，没人敢打包票。北京会不会因此收敛，或者铤而走险提前出手？美日同盟的决心能否真正下阻战争？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大哉问。我们只能说，亚洲的未来正在此刻书写。美国已经揭开了牌，日本也压上了赌注，中国则被迫应战，一场大国博弈进入新的阶段。结局如何，历史还在进行中。我们只能希望冲突最终能止于言语和压力的较量，不必发展到真枪实弹的地步。毕竟，一旦火药桶引爆，将是整个地区乃至世界的灾难。但可以确定的是，经过这次美国公开选边与日本并肩，中共再难心存侥幸。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东亚局势都将在剑拔弩张中进行新的试探与角力。美国不演了，这是一个历史拐点，意味着国际舞台上各方角色重新定位。接下来就看北京将如何接招，以及这场三方角力会如何塑造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请各位观众拭目以待，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场关乎和平与战争的重大博弈发展。